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第2918题，所谓的 minimum equal sum of two arrays after replacing zeros。它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它就给你两个 arrays， 两个阵列，一个是 numbers one， 另外一个是 numbers two。那基本上呢，它里面是正数应该来讲，严格来讲，它应该是有大于等于零了因为里面它有可能是有零的元素。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所有在这两个 array 当中的零，我们可以去替换为一个真正的正数也就是说大于零的一个数那最小大于零的数当然就是1嘛所以你如果碰到零的话，你就起码你要把它换成是1，使得呢这两个 array 经过这样一个替换，这两个 array 经过这样的替换呢它就会相同那请你返回的是当中最小可能的相同的和如果实在找不到如果不可能的话，答案就是-1就返回-1。那我们看一下它当中的例题。那它是有两个例题我们先看第一个例题。第一个例题是32010第二个 numbers two 它是650。那原则上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先把它替换为最小的嘛。你像 numbers two， 它这边的0你就把它改成1，它的和，也就是它的和的话就应该是12。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我们把它换成1的话，3加2加1加1加1，这个部分呢，3加2加1，因为后面3个1，所以就乘以3，所以这样就是8。好，那基本上呢，这个答案是12为什么是12呢？因为这个 numbers two 里面它最小的可能是12最小的可能是12。那我们这 numbers one 呢，这两个0呢，它其实呢，你可以用其他任意的正数去替换所以它再怎么替换呢？我们这边它最小当然是1所以的话，这边就是6加2，6加2 8，但是6再加4，比方说我们这边换成是2，那么它就是会达到相同的和，也就是12。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我们知道这 numbers two 里面是没有0，所以它自始至终它的值就是5。那 numbers one 它如果说0都换成1的话，那它的值就会是6。好，那这边的情况就是6大于5，所以你这边 numbers one 里面的0，它已经是用最小的1去替换，它已经是大于5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返回是-1。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关 constraint 的部分constraint 的部分呢这两个阵列的长度呢，它最长可能会达到10万。好，那么它的个别的值呢，最大有可能到100万。所以它的和有可能就会超过32位元的 int 这应该有可能会当中就有可能会 overflow 的一个情况如果你是采用 C 或 C 加加的话
我们解这个题目，当然就特别是在计算和的部分，当然就要考虑是要用所谓的 long long 所以这个是在 constraints 的部分要稍微留意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解这样的问题，其实从我们刚刚在探讨那两个例题大概的解法跟那个当然是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原则上我们就是要去计算它的和，以及去数它有几个零分别针对 numbers 1跟 numbers 2去做这样一个计算。好，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也就是说两个 numbers 里面都有零的话，那当然答案就很简单，我们就是取这两者当中和再加上zeros 的个数的当中的极大的那个值。好，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计算的方式，当然我们就用sum 1 sum 2分别代表它的那个和。那我们在宣告的时候记得采用 long long， 然后 0 1 0 2一开始当然先设0。那我们当然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就直接用所谓的 for loop 我们去算当然里面当中的 x 我们就把它加到 sum 1里面0 的话，它当然是要等于0的情况，我们当然就将 0 1将它加1。相同做法也是在 numbers 2的方式。然后我们再逻辑判断就是如果是 1 是等于0，然后而且sum 1它是小于 sum 2加 0 的话，这个当然也是负1。另外一个情况当然是 2 等于0，而且sum 2小于 sum 1 plus 1在这样两个的情况，它答案都是负1。其他的情况当然就是我们返回sum 1加 0 以及 sum 2加 0 2当中极大的那个数字，比较大的那个数值。好，那这个如果是用 Python 的解法，我们当然就会建议它用 sum、count 这两个函数分别去计数那这个我们看看，我们直接在 LeetCode 上实作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在 LeetCode 实作的情况，我们先看 C++ C++ 这边的话，我们先采用的是 STL 的一个方式那基本上sum 1它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整个阵列的元素的和 sum 2是 numbers 2它元素的和。那我们再用当中 STL 当中的 count 去数它有几个0，然后再透过刚刚所讲的当中如果有出现如果是 0 是0的话，这个当然有额外去特别小心去处理一般的情况当然就是和跟0的个数当中比较大的那个值，那我们让它执行一遍。好 ，submit。好，我们看一下。那基本上它的时间大概就是60毫秒大约可以打败98%以上 C++ 使用者这采用所谓的 STL 的方式去实作。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另外在Python 3的实作情况也就跟刚刚所说的也是类似的一个做法。那我们这里也是让它跑一次。好 ，submit。
然后基本上它所需要时间是比较长，但是它还是可以打败83%以上 Python 3的使用者。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